這是新中國最詭異的一道軍令。1969年10月18日，一份標注着林副主席第一號令的絕密文件從北京發往全國各大軍區，命令措辭嚴厲，要求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，所有指揮班子進入戰時位置。表面上看，這是一次針對蘇聯的戰備部署。可奇怪的是，命令下達的當天晚上，第一個被轉移的不是什麼軍事目標，而是一個躺在病床上隨時可能咽氣的老人劉少奇。醫生早在3個月前就發出警告，病人情況十分危重，隨時可能發生意外。可就在林彪發令的幾個小時後，奄奄一息的國家主席竟被人用擔架抬上飛機，連夜送往河南開封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看押一個毫無行動能力的病人，竟動用了一個排的武裝部隊。20多天後，劉少奇孤獨地死在了那個壁壘森嚴的院子裡。如果說轉移劉少奇是出於戰備需要，那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更加耐人尋味了。朱德去了廣東，葉劍英去了湖南，陳雲去了江西。這些開國元勳、軍中老帥幾乎在同一時間被請出了北京。有人說這是防止蘇聯斬首行動，可問題是，如果真要打仗，這些身經百戰的將帥不正是國家最需要的人嗎？把他們分散到全國各地，到底是保護還是另有圖謀？多年以後，聶榮臻元帥說出了真相，這實質上是林彪進行政變的一次預演，以備戰為名，把軍隊的老同志趕出北京，為他篡黨奪權掃除障礙。而在這份被疏散的名單裡，還有一個人的名字格外引人注意。作為當時黨內第2號走資派的鄧小平被安排到了江西南昌，而江西省革委會的主任是程世清，他可是林彪的鐵桿心腹，曾公開寫文章吹捧林彪，還斗膽在油畫上把林彪畫成井岡山會試的2號人物，取代了朱德的位置。把鄧小平交到這種人手裡，後果可想而知。就在鄧小平即將離京的時候，周總理做了一件事，不僅救了鄧小平，還為10年後的歷史轉折埋下了伏筆。周總理搶在所有人之前，親自給江西打了一個電話。他在電話中特意強調，毛主席在9大說過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別人不同，這句話分量很重，一下點醒了程世清，在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上也不敢有過多為難。那麼周总理這通電話究竟起了什麼作用？鄧小平在江西的3年又經歷了什麼？更重要的是，這場以戰備為名的大疏散最終如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？點擊头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下集，咱們接着往下看。